有缘人，当您目光所及之处落在这条影片之时，已然意味着好运之门正为您及您的家人悄然开启，一场通往幸福的旅程就此扬帆起航。在评论区留下心想事成这4字真言，更是宛如为您家庭注入一剂强效的福气催化剂，定能让您家道兴旺发达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玄清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弃养宠物有何报应。佛家讲6道轮回因果，每一个善念或恶行都会在生死轮回中留下印记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堕入苦海。我们以一个发生在汉朝长安城的故事，揭示出弃养宠物的后果如何跨越时空，纠缠灵魂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因果宿命的故事。在长安城外，那雾气缭绕的景象中，汉朝的少年东儿正蹲在一棵老槐树下，他的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浑身湿透的小狗。这只小狗刚刚从护城河中被捞出来，此刻正奄奄一息。然而东儿的脸上却露出了孩童般纯真的笑容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在他看来极为善良的举动将会引发一段跨越6道轮回的因果宿命。佛经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众生平等，皆有佛性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。然而当人与动物之间建立起某种特殊的缘分时，因果业力就会如同一张千丝万缕的蛛网，将它们紧紧缠绕在一起，稍有不慎，人们就会陷入轮回的苦海之中，难以自拔。而东儿的故事正是这因果轮回中一个极为触目惊心的例子。别怕，16岁的东儿用他那充满温柔的声音，小心翼翼地用袖子擦拭着小狗身上的水渍。从今以后，你就跟着我了。这句话仿佛是一个承诺，又仿佛是一个开始。那是建元4年的冬日，汉武帝刚刚推行了推恩令，朝中的政局暗流涌动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。但对于东儿来说，这些都与他毫无关系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学徒，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救了一条小生命，而这个举动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满足感。东儿给这只小狗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福儿。他相信这只狗一定会给他带来好运。事实证明，福儿确实改变了东儿的生活。这只黄褐色的小狗不仅聪明伶俐，而且善解人意。它不仅能叼回东儿扔出的木棍，还会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蹭着他的腿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仿佛在安慰他。师傅，您看福儿多聪明。东儿向他的木匠师傅炫耀道。他告诉师傅，昨天他让福儿帮他雕工具，福儿竟然准确无误地雕来了锯子。白发苍苍的老木匠听了之后，只是摇摇头，语重心长地对东儿说，东儿，养宠物是要费心的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尚能承担，但将来呢？然而东儿却不以为然，他信心满满地对师傅说，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福儿一辈子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3年过去了，福儿从一只瘦弱的小狗长成了健壮的成犬，而东儿也从一个学徒晋升为独立的木匠，开始接一些小活来贴补家用。每当他外出做工的时候，福儿总是忠实地守在门口，耐心地等待着主人的归来。然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东儿19岁那年悄然到来了。东儿得知有一个大机会，他的朋友甘福也是一个木匠，神秘兮兮地对他说，太仆寺需要工匠随车队西行，修缮马厩和车辆，一去就是3年，但回来后能得到朝廷的官方认证。这个消息让东儿心动不已，因为官方认证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和收入，这是每一个普通木匠都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但是东儿想到了福儿，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。我家还有条狗要照顾。东儿对甘福说出了自己的顾虑。甘福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以为然地说，3年而已，让你母亲帮忙照顾，或者干脆送人吧，为了前程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甘福的话
让东儿的心里更加沉重了。东儿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的心事重重。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福儿像往常一样欢快地迎了上来，用他那湿漉漉的鼻子蹭着东儿的手。东儿蹲下身，轻轻地揉了揉福儿的头，他的心里涌起了一阵愧疚。对不起，福儿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东儿轻声对福儿说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东儿开始四处寻找愿意收养福儿的人。他先是询问了邻居，又找到了几个曾经表示喜欢福儿的熟人，但都被婉拒了。养狗费粮食啊，东儿现在可不比往年，粮价涨了不少。家里老人不喜欢狗，总说不干净。我家孩子小，怕狗咬人，各种各样的理由接踵而至。东儿渐渐感到绝望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出发的日子迫在眉睫。最后一天晚上，东儿抱着福儿，轻声地对他说：福儿，你是个好狗，可我真的没办法带你走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也照顾不了你。福儿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忧愁，他舔了舔东儿的手，眼睛里满是信任和依赖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东儿带着福儿来到了长安城外的一片树林。他从怀中掏出了准备好的肉干，放在福儿的面前。福儿，吃吧。福儿欢快地吃着肉干，完全没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。东儿趁机解开了拴着福儿的绳索，然后快步走开。福儿吃完肉干，抬头发现主人已经走远，他立即追了上去。东儿加快脚步，福儿紧随其后。他突然转身，厉声呵斥：滚开，不要跟着我！福儿停下脚步，困惑地看着从未对他如此凶狠的主人。东儿捡起地上的石子，朝福儿的方向扔去，却故意没有击中他。走开，我不要你了，滚！福儿退后几步，但仍然固执地站在那里，眼睛里充满了不解和伤心。东儿感到心如刀割，但他知道必须这样做。他继续朝福儿扔石子，直到福儿终于转身，夹着尾巴跑进了树林深处。当福儿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中的那一刻，东儿终于崩溃了。他跪在地上，失声痛哭，但他很快擦干了眼泪，站起身来。西行的队伍不会等他，他的未来在前方。福儿，对不起，愿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主人。东儿最后看了一眼树林，然后转身走向了城门。西行的岁月漫长而艰辛，东儿跟随车队穿越了荒漠，翻越了高山，修缮了这一路上损坏的车辆和临时马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学到了许多新的技艺，也结识了不少各地的能人。3年后，当队伍返回长安的时候，东儿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年轻木匠成长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。回到长安的第一天，东儿忍不住去了当年丢弃福儿的树林。他知道找到福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内心的愧疚驱使他必须去看一看。树林已经变了模样，砍伐和新生的树木改变了东儿的记忆。他在林间游荡，呼唤着福儿的名字，但除了鸟叫和风声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接下来的那段时光，凭借着朝廷颁发的认证，东儿开启了一家规模虽小却充满希望的木工铺。起初，生意只是缓缓起步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变得兴隆起来。东儿的生活也步入了新的阶段，他娶了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，两人携手孕育了2个可爱的孩子。从表面上看，东儿的生活已然回归了正轨，仿佛过往的波折都已被岁月抹平。然而，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每当东儿独处，福儿那熟悉而充满渴望的眼神便会如同幻影般浮现在他的梦中，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爹，我想养只小狗。某一天，东儿的大儿子带着一丝惬意，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请求。东儿的身体瞬间僵硬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。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而决绝：不行，养狗太麻烦了，而且不卫生。孩子试图反驳，可是隔壁王家也养了一只。东儿的情绪瞬间被点燃，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：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孩子被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吓了一跳，
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步。看着儿子那惊恐的神情，东儿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后悔。他蹲下身子，将孩子紧紧拥入怀中，轻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爹不是故意凶你，只是养狗真的很不容易。”随着岁月的流转，东儿的木工铺逐渐声名远扬，甚至收到了一些中小官员家制作家具的订单。在东儿40岁那年，他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订单，为新任太仆卿的府邸制作全套家具。东儿师傅，您的手艺是长安城最好的。太仆卿的管家恭敬地说道。太仆大人特别交代，一定要请您亲自操刀，这无疑是东儿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成功完成这个订单，将使他的木工铺名声大噪，跻身长安城顶尖木工之列。然而，就在东儿准备开工的前一天，一个意外的访客悄然来到了他的铺子。那是一位看起来约莫70多岁的老和尚，须发皆白，却精神矍铄，手持禅杖，静静站在木工铺门口，目光平和而深邃地注视着东儿。施主，可是东儿？老和尚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。东儿放下手中的凿子，疑惑地点点头：“正是在下，不知大师有何指教？”老和尚微微一笑，面容和蔼：“贫僧行脚至此，听闻施主木艺精湛，特来求义务。”东儿虽然心中有些疑惑，但对出家人还是保持着应有的恭敬，连忙说道：“大师请说，贫僧需一把禅椅，坐禅用的，不求华丽，但求踏实稳固。”老和尚缓缓说道。东儿略作思考，面露难色：“大师，小店最近订单较多，恐怕需要些时日才能完工。”老和尚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不急，贫僧在城中小住数日，7日后来取便是。”说完，老和尚从袖中取出几枚铜钱放在桌上，些许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东儿连忙推辞：“大师是出家人，这怎么行？”老和尚坚持道：“物有所值，因果分明，莫要让贫僧欠下因果债。”见推辞不过，东儿只好收下。就在老和尚转身离开时，他突然回头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施主可曾养过宠物？”东儿的心猛地一颤，仿佛被人看透了心事，但他强作镇定：“小时候养过一条狗。”老和尚点点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佛曰弃养宠物，有6道轮回因果，施主切记。”说完这莫名其妙的话，老和尚飘然离去，留下满腹疑惑的东儿。当晚，东儿辗转难眠，老和尚的话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，让他无法平静。多年来，他努力掩埋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福儿那双充满不解和伤心的眼睛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悲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东儿一边为太仆卿精心准备家具，一边抽空制作老和尚的禅椅。奇怪的是，每当他工作到深夜，总会听到门外传来狗的呜咽声。起初，他以为是附近的野狗在哀鸣，但当他出门查看时，却什么也没发现，这让他心中不禁生出几分疑惑，却又无从探究。第3天晚上，东儿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回到了20多年前丢弃福儿的那片树林，林中雾气缭绕，仿佛将他带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。他看到福儿在不远处瘦骨嶙峋，浑身是伤，显得无比虚弱。福儿看见他却不敢靠近，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他，眼中满是渴望和绝望。福儿，对不起！东儿在梦中哭喊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然而福儿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人影，然后在迷雾中缓缓消失。东儿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满脸泪水。窗外一轮满月高悬，清冷的月光洒在他的工作台上。他起身来到窗前，望着那轮明月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佛曰弃养宠物有6道轮回因果，老和尚的话再次在耳边回响，如同警钟长鸣。到了第7天，老和尚如约而至，
东儿将精心制作的禅椅呈上，椅子虽然简朴，但做工精细，每一处细节都显示出匠人的用心和诚意。老和尚围着禅椅转了一圈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好椅子，既稳固又舒适，施主果然名不虚传，大师过奖了。东儿有些腼腆，然后鼓起勇气问道：大师，您上次说的话，关于弃养宠物的因果是什么意思？老和尚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早已料到他会有此疑问。施主，可知众生皆有灵性，人与动物虽形态不同，但佛性无二。当你与一个生命建立连接，便结下因果，善待则结善缘，弃之则结恶缘。东儿心中一震，声音有些颤抖。那么弃养的因果报应是什么？老和尚沉吟片刻，缓缓道：弃养之人，来世或堕入畜生道，体会被抛弃之苦；或转世为人，却命途多舛，亲情离散，此乃因果循环，丝毫不爽。听到这里，东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。大师，我年轻时确实弃养过一条狗，它叫福儿，是我从小养大的。为了虔诚，老和尚伸手扶起东儿，微微一笑：施主若心有愧疚，现在补救亦不迟。东儿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真的还来得及吗？心诚则灵，施主若能在7日内行7件善事，为背弃动物做7次好事，或可减轻因果。老和尚说道：但记住，善事须发自内心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明白了。东儿连连点头，我一定照做。老和尚背起禅椅，临走前意味深长地说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施主切记，因果不虚。自从那天起，东儿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。他开始留意街头巷尾的流浪动物，随身携带食物喂养它们。他甚至拿出积蓄，在城外租了一小块地，建了一个简陋的收容所，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狗。然而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个疑问：福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是否在那片树林中孤独地死去，还是被好心人收养？这个不知答案的谜团如同一根刺，深深地扎在他的心中。东儿并不知道，命运的齿轮正在暗处悄然转动，一场跨越6道轮回的重逢即将上演。第8天清晨，东儿正准备开门营业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站在那里。少年看起来13、14岁，面容清秀，眼神清澈。少年怯生生地问道：请问您需要帮工吗？我什么活都能干，不挑。东儿本想婉拒，但当他看到少年的眼睛时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人呢？东儿柔声问道。少年低下头回答：我叫来福，没有家人，从小被人收养，但养父去世后，继母就把我赶了出来。来福这个名字让东儿心头一震，他再次看向少年的眼睛，那种熟悉感更加强烈了。你进来吧，我正好需要个帮手。东儿侧身让少年进门，先吃点东西，然后我教你一些基本的木工技艺。来福感激地点点头，跟着东儿进了店铺。东儿给来福端来热粥和馒头，看着少年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怜惜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东儿递给他一碗清水，以后不用担心没饭吃。来福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谢谢您，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。东儿的心被这句话深深触动，他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少年的头，这个动作让他恍惚间想起了曾经抚摸福儿时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东儿一边教导来福木工技艺，一边继续照顾流浪动物。令他惊讶的是，来福对动物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和力。那些平时警惕的流浪狗，在他面前都变得温顺，主动亲近。奇怪，这只狗平时连我靠近都不行。东儿看着一只大黄狗乖乖趴在来福脚边，不解地说。来福笑了笑，可能是因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吧。被抛弃，无家可归，
这种感觉我很熟悉。东儿听了这话，心中隐隐作痛。他越来越确信，与来福的相遇绝非偶然。那天晚上，东儿梦见老和尚再次出现，坐在他亲手制作的禅椅上，微笑着说：“心诚则灵，因果已现。”东儿从梦中惊醒，月光如水洒在地面上。他起身来到来福的小屋，轻轻推开门，看到少年正安静地熟睡。月光下，来福的面容显得格外纯净。东儿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来福就是福儿转世。难道这就是老和尚所说的六道轮回因果？东儿喃喃自语，一滴泪水悄然滑落。第二天，东儿决定带来福去当年丢弃福儿的树林看看。多年过去，树林已经变得更加茂密，但东儿依稀还能认出当年的路径。师傅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来福好奇地问。来福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关于我年轻时候的一段往事。在树林深处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东儿将当年弃养福儿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来福听。少年静静听着，眼神中时而闪过惊讶，时而流露出悲伤。师傅，您后来有找过福儿吗？来福问道。东儿摇摇头，我3年后回来找过，但没有找到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内疚，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。来福沉默片刻，突然说，其实我小时候经常梦见自己是一条狗，被主人抛弃在森林里。梦里我不停地找主人，但一直找不到。后来我被一个猎人收养，但他对我很不好，经常打我，不给我吃饱。东儿浑身一震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来福。来福继续说，再后来，梦里的我被一个老人救了，他照顾我直到我死去。我记得死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希望下辈子能找到当初抛弃我的主人，问问他为什么。说到这里，来福的眼中噙满泪水。师傅，您说这会不会不只是梦？会不会是我前世的记忆？东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一把将来福抱入怀中，泪如雨下。来福，对不起，如果你真的是福儿，请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。来福也紧紧抱住东儿，两人在林中相拥而泣，仿佛跨越了生死轮回的重逢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微风吹过树梢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恍如低语。东儿抬头，恍惚间看到不远处站着那位老和尚，慈祥地微笑着。当他在定睛看时，老和尚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地斑驳的阳光。从那天起，东儿正式收养了来福为义子，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来福天资聪颖，很快掌握了木工的要领，并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超越师傅的天赋。然而，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。在来福17岁那年，长安城爆发了一场瘟疫，许多人在短时间内病倒，其中包括东儿的妻子和小儿子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来福日夜照顾着东儿一家，不眠不休。来福，你也去休息吧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东儿心疼地说。师傅，您当年救了我，给了我新生，现在轮到我照顾您了。这一刻，东儿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因果循环。他曾经抛弃福儿，如今福儿的转世来福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无条件地守护着他。瘟疫过后，东儿的妻子和小儿子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体质大不如前。来福更加勤奋的工作，帮助东儿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师傅，您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来福一边雕刻着一个精致的木盒，一边说，我觉得每一块木头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。木匠的工作不是创造，而是发现和释放。东儿看着徒弟专注的侧脸，心中充满了欣慰和骄傲。来福，你悟到的道理比我一生所学还要深刻。来福腼腆地笑了笑，这都是师傅教导的好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年近60的东儿开始将木工铺的大部分事务交给来福打理。在来福的经营下，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，甚至受邀为皇宫制作了几件精美的家具。但就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刻，厄运再次降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半个长安城。
东儿的木工铺也未能幸免，多年心血付之一炬。东儿站在废墟前，一时间茫然无措。师傅，别担心，我们可以重建。来福坚定地说，只要人在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在来福的鼓励和支持下，东儿重新振作起来。他们在城的另一边租了一间小铺面，从最基础的工具开始，一点一点恢复业务。重建期间，东儿注意到来福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出门。好奇之下，他悄悄跟了一次，发现来福竟然在一个隐蔽的院落里收留了10几只流浪狗，悉心照料它们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。被发现后，来福不好意思地承认，我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有多难受，不想让其他动物也经历这种痛苦。东儿鼻子一酸，紧紧抱住了来福。好孩子，你的心比我纯净太多。从那以后，东儿也加入了来福的善举，两人一起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动物。他们的行为逐渐传开，越来越多的人被感动，开始效仿。东儿70岁那年决定退隐山林，他将木工铺正式交给来福，自己则在城外的山脚下建了一座小屋，与几只忠实的老狗相伴。师傅，您真的决定了？来福依依不舍地问。东儿点点头，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，是时候安静下来思考了，何况有你在长安照应，我很放心。临别前，来福送给东儿一个精致的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木雕小狗，形态神似当年的福儿。师傅，无论您走到哪里，福儿都会陪着您。来福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来福，谢谢你原谅了我，给了我赎罪的机会。东儿紧握着木雕，哽咽道，山居生活平静而充实。每天清晨，东儿都会在小屋前的空地上打坐冥想，回顾自己的一生。他时常想起老和尚的话，弃养宠物有6道轮回因果。如今他终于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。一年冬日，大雪封山，已经72岁的东儿坐在火炉旁，抚摸着身边的老狗，突然感到一阵心悸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去吧，去叫来福。东儿对最聪明的那只老狗说。老狗似乎听懂了，立刻冲出小屋，消失在茫茫大雪中。3天后，来福终于赶到，看到师傅憔悴的面容，他心如刀割。师傅，我带您回长安，请最好的大夫。东儿微笑着摇摇头，不必了，我的时间到了。来福，这一生能重逢于你，是我最大的福分。来福含泪跪在床前。师傅，东儿伸手抚摸着来福的头，就像多年前抚摸福儿那样。记住，无论生死轮回，我们的缘分不会断，来世我会寻你而去，如你今生寻我一般。说完这句话，东儿闭上了眼睛，嘴角带着祥和的笑容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来福继承了东儿的遗志，不仅将木工铺经营得更加兴旺，还在长安城建立了第一家正式的动物收容所，取名佛园，专门收留被遗弃的宠物。多年后，已经年过半百的来福在佛园中收养了一只与福儿极为相似的小狗。看着小狗欢快的身影，他轻声说，师傅，您回来了吗？小狗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扑进他的怀中，亲昵地舔着他的手。来福的眼中闪烁着泪光，抱紧了小狗。这一次，我会一直陪着您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佛家有云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东儿和福儿、来福的故事，正是这因果轮回的生动印证。从弃养到重逢，从愧疚到救赎，跨越生死，循环往复。在长安城的某个角落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若有人遗弃宠物，必将在6道轮回中承受同样的痛苦，而真心忏悔并弥补过错的人，则有机会在来世与曾经伤害过的生命重逢，共同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救赎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，或者让您有所收获，就请点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。同时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
更多精彩内容正在路上，期待与您下期相遇。